青梅竹马的老婆居然是间谍世界的家主，这个长得跟泽田纲吉似的少年可太牛逼了，当着妹控哥哥的面就把他妹给娶了，从此天天沦为大舅哥的玩具，一不小心就小命不保。在一场意外中，男主朝野太郎失去了所有家人，从此成为了无法跟别人交流的社恐。好在青梅竹马夜莺六美一直关心他，六美是他们学校的校花，却心甘情愿成为太阳的老妈，还亲手投喂自己做的便当。结果太阳还没来得及吃，那口饭就被他们老师给吃掉了。这个老师跟个变态一样的骚扰六美，骚扰完了还让太阳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甚至准备好了茶点。老师跟没大没小哥俩好似的搂住太阳，然后给他展示了自己的珍藏，手机里照片满满当当，竟然全是六美。好家伙，原来真是个变态！太阳都想立刻报警了。等等，咱们还有5岁和3岁的照片。再一看照片上面那些纠缠六美的男生脸上全都被打了叉，其中还有据说昨天跟六美告白的3年级的田中，被老师郑重拜托不要再纠缠六美之后，对方就欣然答应了。太阳心中慌乱不已，很明显自己也被这个男人当成目标了，被人用刀尖抵着喉咙，太阳吓得动都动不了，却突然听见老师说六美是他的妹妹。就在这时，一个双马尾哥特萝莉出现，一句到此为止之后，办公室闪过了一道亮光，紧接着萝莉和太阳就一起消失不见。再次醒来后，太阳看到了六美和一群奇怪的人。事到如今，六美不得不坦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六美的兄弟姐妹。救了太阳的双马尾哥特萝莉是2姐，头上顶个锅盖的是3哥，妹妹头美少女是4姐，猫耳兜帽是5哥，最后这个大块头是年纪最小的7弟。除此之外还有看门狗歌利亚，而他们家是干间谍的。无法接受现实的太阳非觉得青梅在逗他玩，那么3哥射的这个枪肯定是假的吧？还不等3哥阻止就开出一枪，是真货呀！其他人都已经一副习惯了的样子，而且他们家在间谍网站的好评可是有4.8星呢。毕竟他们家大哥可是常年位居女性间谍票选最想被盯上的男性排行榜。太阳仔细一看，这可不就是那个变态老师吗？熊一郎不仅是他们家老大哥，还是最强的那个，其余6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这人对六美还有特殊的执念，因为在某次事件中，熊一郎差点害六美死掉，那缕白毛就是事故压力留下的痕迹。之后熊一郎就跟背后灵一样守在六美身边，赶走一切亲近六美的人，一直没对太阳动手，是看在青梅竹马的份上。不过现在也不管用了，说话间大哥已经回来了，2姐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虽然基本没什么能打赢的概率，而想救下太阳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他跟六美结婚，入赘叶英家，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毕竟叶英家的规矩就是家庭内禁止杀人，每个叶英家的人都有一枚双层戒指鹰之戒，将另一半交给伴侣时，结婚就成立了。太阳想都不敢想自己会跟六美结婚，忍不住升起一丝期待，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家人们的遗像，忍不住低下了头。六美注意到后便主动表示自己是不会跟太阳结婚的，这对才刚失去家人的太阳来说太残忍了，事已至此只能跟大哥打了。话音刚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大哥就开口插话，一上来就把老3换的新陷阱全破坏了。2姐也是话不多，拽住大哥的领带就开始甩风火轮，其他兄弟姐妹各显身手。怪力小七抱出麒麟臂，一拳砸在大哥身上，却被区区几根丝线拦下。下一秒，老3和小七就被震飞。那些钢丝是大哥的专用武器，钢蜘蛛。2姐让六美带着太阳逃跑，然后自己冲了上去，躲开重重钢丝之后，眼看就要接近大哥了，却被对方突然收拢，捆在了天花板上。接下来轮到4姐出马，这位是个顶级黑客，一摁手机飞出来无数无人机。等等，这不是无人机，这是战斗机呀！对准大哥就疯狂开火。与此同时，老5带着2人来到了一个房间，让太阳躲在柜子里。六美笑着向他保证自己是不会消失的。没过多久，大哥就追上来了，房间里也只剩下六美和太阳。大哥让六美回到自己身边，结果六美走到半路突然摆出攻击姿势，大哥早有预料，随即就用钢丝把这个六美连同格利亚一起捆了起来。没错，这其实是擅长变装的老5变的。大哥都称赞他的变装技术连睫毛的数量都一样，真不错。真正的六美则是后边的太阳。事已至此，六美只能自己保护太阳了。大哥当然不想对最爱的妹妹反目成仇，当即举手投降，表示再也不会对太阳动手。不过作为交换，他再也不会让六美离开这个家了，他要给予六美绝对的安全。光是想想以后能和妹妹天天朝夕相处，大哥就激动到颤抖，将妹妹紧紧抱在了怀里。躲在柜子里的太阳再也无法视而不见，他看着在大哥怀里面露恐惧的六美，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主动向六美索要鹰之戒，因为六美答应过他不会消失不见的。六美眼泪汪汪地摘下一半戒指扔给太阳，太阳虽然立马跑去接，却还是被大哥更快一步，眼看就差那么一点了。万万没想到，太阳居然不顾疼痛，硬生生扯着钢丝拿到了那枚戒指。他知道六美一直在守护跌落泥潭无可救药的自己，所以这一次就由他来守护六美。太阳一把扯下钢丝，将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无名指，至此婚约成立，刚刚的仇敌瞬间变成了大舅哥。六美也迫不及待地扑到了太阳怀里，只有大哥手上的世界达成了。无法认清现实的大舅哥整个人都是
石化状态。太阳和大家告别后就回自己家睡觉了，结果一觉醒来看到了大舅哥，大舅哥一刀下去，差点把他妹妹的下半生幸福砍了，还美其名曰这是夜莺家特色猫铃靠。身为间谍，当然得时刻保持清醒。接下来则是夜莺家传统广播体操，被折磨了整整一早上，一直到六美做完便当进来才结束。突然大舅哥让小情侣准备逃脱，刚说完就公主抱着妹妹，同时用钢丝拖着太阳一起跳了下去，还没落地，太阳家就炸了。来不及解释，大舅哥只跟太阳说了夜莺家的使命，那就是守护夜莺六美。说完后就带着两人乘坐加长林肯离开了。这一场爆炸的目标是六美，因为六美和太阳结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间谍界，而六美是他们夜莺家的10代目。没错，其实夜莺家起源于江户10代的忍者家族，出了很多人才，但每一代都必定会有一位被称作当家的普通人出生。当家的不像其他家人那样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其子嗣却一定会被当作符合夜莺家实力的超人来培养，并且能完全继承有夜莺家才能的血脉，也就是所谓的才能隔代遗传。当家会被其他具有超常能力的家人们保护，这一代当家的就是六美，自然也成为了那些对夜莺家虎视眈眈间谍们的首要目标。六美总有一天以夜莺家之首的身份在地下社会亮相，现在正常上学是为了获得一些一般的社会知识，而这些就会让他暴露在憎恨夜莺、嫉妒夜莺以及想利用夜莺的人的一切恶意之中。话音刚落，后面就有2辆车开始进行机关枪轰炸，好在这辆车是防弹的，司机也是个老司机了。太阳定睛一看，开车的竟然是条狗，还被大舅哥嫌弃开得不够稳，茶都快洒出来了。后面2辆车穷追不舍，大舅哥开始不耐烦了，干脆直接跳上车顶，站在那里身形都不带晃的，就用钢丝将那辆车全毁了。这就是大舅哥想让太阳看到的，想和六美在一起，今后的每一天都要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如果没有誓死保护六美的觉悟，乃至趁早离开吧。当然，如果他还愿意留下，那大舅哥也会教导他间谍的基础。第一个任务就是今天一整天从刺客手中守护六美。太阳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一到教室就跟神经病一样检查了每个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大舅哥就告诉他了，有个炸弹模特务打算今天动手。他在网上发的预告说是有3个炸弹，炸毁太阳家的是第1个，还剩下2个。偏偏大舅哥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务，不能陪在六美身边，只能暂时寄希望于这个黄毛小子。而太阳一整天都紧张兮兮的，体育课上看了一眼炸弹模的 SNS， 发现对方说第2个炸弹已经装好了，可他压根没有头绪放在了哪里。这时他看到床边有个黑影走过，立刻追了上去，来到了保健室，正准备推门进去，就被保健医生叫住。太阳只好找借口离开，结果一转身，刚刚的保健医生就不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六美听朋友们讲趣事，说今天有一个学长进洗手间时，就看到另一个自己从里面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垃圾桶自己动起来之类的。太阳就在一旁默默听着，并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别人送给六美的东西，他从来不会立马就吃，总是跟别人一起行动，不让自己落单，全都做得滴水不漏，又不会让身边的人不舒服。这时好兄弟3人组又跑来搭讪，还送了太阳一枚巧克力。太阳下意识吃掉，却在回过神来后社恐大爆发，直接晕了过去。保健室没开，六美只好把他带到了办公室休息。太阳现在心里很愧疚，作为青梅竹马，自己竟然一直没发现六美过得这么辛苦，而且都已经这么辛苦了，还要陪伴失落且沮丧的他。喋喋不休的说着阴暗的话，气得六美一记手刀劈在他的额头，表示不是太阳选择了他，而是他想要太阳。那个太阳结婚，他真的非常非常幸福。然而还没等小两口沉静的幸福太久，仰面躺着的太阳就注意到了天花板上粘着的炸弹，倒计时2秒。下一秒，办公室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假扮成保健医生的五哥和小七趴在床边看热闹。这时四姐发来通讯，让他们赶紧去现场。虽然整个房间都被炸毁了，但太阳及时护着六美钻进了柜子里，两人都平安无事。可为什么那里会装着炸弹呢？明明是偶然来到这个房间的。突然太阳想起了什么，早上的炸弹是在他家厨房，刚刚的炸弹是在空闲办公室，为什么来这里？是因为保健室的门没开，所以是他们的行动被诱导了。想到这里，太阳立刻解开外套，果然他的衬衫上粘着第3个炸弹，大概是体育课的时候被安装的。从一开始，所有计划都在炸弹魔的掌控之中，故意放出预告后，让太阳寸步不离地守着六美。谁能想到他自己会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呢？倒计时只剩下几秒，出口被堵住，但墙被炸毁了，所以太阳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万万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居然是大舅哥救了他，同时用一根钢丝贯穿炸弹，让他停了下来。大舅哥难得称赞了太阳，并且告诉他，在这个连自己都需要怀疑的世界，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家人。所以虽然大舅哥真的很想杀了太阳，但却会赌上性命不让他死掉，这都是为了六美。将太阳拉上去后，其他兄弟也来了，他们还带来了炸弹魔，就让敢伤害他的妹妹。大舅哥直接把那枚没爆炸的炸弹安装在炸弹魔身上，用钢丝捆让他送上天。太阳和他的老婆以及老婆的兄弟们看了一场烟花秀，而炸弹魔活着回去还不忘发说爆炸王好像要死了。六美直接就点了个赞。娶一个黑手党老大做老婆是什么体验？1天之内就要面临108次
生死危机。自从和六美结婚入住到叶英家，太阳就在叶英家的大别墅里住下了。这天梦到六美被敌人挟持后惊醒，刚起床就一脚踩到了歌利亚。明明这小狗是六美为了防备大哥暗杀太阳才派去守护他的，歌利亚就把太阳咬了一顿。意识到自己连狗都打不过的太阳，只好去拜托二姐帮自己变强，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六美。话还没说完，就被二姐拎起来在空中疯狂摇摆。虽然实力不及大哥，但二姐也是3岁开始接受训练，6岁就初次进行任务的天才一枚。然而哪怕是天才，也是接受了3年训练才能单独活动。不过他很欣赏太阳对六美的这份心意，决定提前对她进行叶英家的正式训练，条件就是要在这里住1个月，能坚持下去的话，1个月后就开始训练。太阳自然一口答应下来，结果刚起身就一脚踩空，差点掉下去，而下面可是插满了钢针呐！没错，这个大别墅到处都是陷阱，在叶英家生活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加油吧少年！第二天，太阳的叶英家大作战就正式开始了。完美的早晨就一杆从爆炸开始，闹钟响了2秒钟没摁掉就立刻爆炸。太阳跑到走廊后，又一不小心摁到墙上的机关，天花板立刻架起2挺机关枪。等他浑身狼狈地坐到餐桌前，还好有温柔的老婆帮他擦脸。不敢想六美是怎么习惯这样的生活的。然而其实六美根本就不会触动那些机关，准确的来说，只要能得到房子的认可，就不会让陷阱发动。这个房子的陷阱全部用电脑统一管理，如果能克服全部陷阱，就会被认定为叶英家的一员，自然也就可以自由开关陷阱了。一般人训练个2年就差不多了吧。太阳听完后就开始胃痛，本来以为是压力太大，结果二姐告诉他是因为饭里有毒，为了培养抗毒耐性，除了六美的饭以外都加了少量毒药，顶多就是拉肚子而已。可是想拉肚子的太阳跑到门口，却发现厕所门居然换上了密码锁。大舅哥笑眯眯的路过，心情那叫一个爽啊！眼看太阳快顶不住了，大姐便让老四去指点一下。而在那之后等着太阳的是更加地狱般的日常，他们叶英家甚至变态到去冰箱拿瓶饮料都要通过红外线射线，一旦触碰到红外线，就会像现在这样，冰箱当场变大炮。在这种地狱修行中，太阳别的不说，敏捷度已经提升到 max， 其他什么射击力、耐毒性、解析力、精密性也得到了些微提升。除此之外，上学的时候他还要穿着叶英家特制的30千克 T 恤锻炼体力，而六美同样很辛苦，每天都要处理文件到很晚。太阳看到老婆这么努力，感觉浑身又有数不完的劲儿了。本来筋疲力尽的他又跑出去练习射击，可惜还是打不中电视遥控器上的开机按钮，还吵醒了六美。六美给太阳泡了杯茶，让他休息一下。他知道太阳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努力，也知道太阳从来都不弱小。其实小时候的六美和太阳只是住在附近的点头之交而已。后来上了初中，六美因为那撮白毛竟然被同校女生给霸凌了。想必你跟隔壁的英瑶应该很有话聊吧？小太妹嫉妒六美受到关注，看不惯她那撮白毛，掏出剪刀就准备帮六美解决这个麻烦。万万没想到，剪刀被太阳一把夺去，对着自己的头发就是哭哭乱剪。小太妹看他这么颠，居然被吓跑了。也是从这件事开始，两人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六美很感激太阳一直保护自己，握住她的手，希望她不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两人相视一笑，和和美美。外面的4姐个三哥也相视一笑，为妹妹和妹夫操碎了心。之后，太阳越来越习惯叶英家的生活了，也能通过几种遥控器按键打开电视了。三哥也给予了一些指导。这时候4姐走了进来，手里是三哥做的太阳实战分析数据。两人都默默支持小情侣的恋情，还发现了太阳的与众不同的才能。而太阳又跑去跟小七学习躲避毒气的能力。二姐和五哥走过来时，看到的就是两人在地上阴暗爬行的画面。不知不觉，太阳身上的负重 T 恤已经达到了50千克，对楼梯和走廊的陷阱也非常得心应手了。至此才过去了3周，当然耐药性和破解卫生间密码还是不行，五哥只能过去帮忙开门。六美则是因为那杯牛奶是自己递给太阳的而自责。三哥和小七赶紧跑过来哄着，突然听见五哥的惊呼，众人过去一看，太阳竟然晕在了地上。好在被小七检查了一番之后，只是过劳引起的发烧而已，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是距离和二姐约定的时间只剩1周，太阳说什么也不想放弃。大姐直接撕开了他的伪装，露出了伤痕累累的真正的皮肤。果然，异常的成果背后一定有异常的手段。原来太阳先去找4姐收集自己的数据并进行分析，然后跟三哥一起实战，受伤后再让小七帮忙治疗，还问他要了不眠不休用的猛药处方。为了隐藏伤痕，又用了五哥的拟皮技术遮掩。其实他们都劝过太阳，这是作死的行为，是太阳为了实现约定摆脱他们的，因为他想尽快成为能保护六美的男人。二姐气得上来给他一记手刀，笨蛋，不珍惜自己的人怎么能珍惜别人？说完后扔给他一本自己做过记号笔的暗号解读书，让他养伤的时候就读这个。虽然面对太阳是一副凶巴巴的神情，不过二姐还是挺欣赏着孩子的。按理来说，像那样逼自己的话，精神上一定会被身体还快超出极限。而支撑着太阳撑到现在的，可不是才能或者努力这么简单的东西，而是接近疯狂的对六美的爱呀。等病好之后，太阳连厕所门的密码都能解开了，大家兴奋的一起把他举高高庆祝。大舅哥很不爽，不就这么点小事吗？这时太阳手上的戒指发出了金色的光芒，这代表着
着他已经被房子认可成为夜鹰家的一员了。接下来二姐也准备狠狠地训练他了。三哥手上拿了件100千克的 T 恤，四姐也准备将陷阱难度从普通变更为超级困难。所以这不是结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啊！六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老公居然有这样的癖好，一大早跑来问他胸罩怎么穿。太阳连忙解释，只是为了变装而已啊！一个突然出来的大姐姐跑来说要教他，没错，这个大姐姐其实是五哥假扮的。辣妹五哥抱着太阳一通蹂躏，大巨哥则跑来向六美讨要临别亲亲，真是好淫乱的一家人。果然家里最靠谱的还是三哥，因为三哥是个社恐，平时都躲在垃圾桶里活动，今天要是出任务不得不出来。临走前他给了太阳一个东西，接着太阳和六美也上学去了。突然一个棒球破空飞来，太阳淡定伸手一把握住，随手扔了回去。教练大为震惊，这就是个冲击甲子园的好苗子呀！六美对太阳的变化感触是最深的，提醒他平日还是注意伪装一下自己那非人的能力。最近同学们都私底下喊他忍者呢，一边说一边投喂太阳。太阳刚张开嘴，他就收回筷子，让太阳放学后帮自己个忙。然后太阳就亲眼见证了六美那恐怖的处理文件速度，每份文件连1秒都不需要，居然还能看出里面的错误，而整个房间里都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六美不以为意，她已经习惯了，毕竟处理这类行政文书也是当家的工作，而且里面有时候还混有大哥偷放进去的离婚申请书，不仔细点怎么能行？这时六美发现了一份关于五哥的文件，就带着太阳去了五哥的房间，里面的衣服堆成一座小山，五哥坐在高高的衣服山上，他的报告书少了几张资料，本人却不以为意的吃着寿司，太阳只能自己过去翻找，万万没想到里面还藏着炸弹，浑身赤裸的五哥自己从衣服堆里跳了出来，一点都不在意在妹妹面前展露小弟弟。既然如此，六美只能给他点教训了，直接封锁了整栋大别墅，准备和五哥来场紧张刺激的猫抓耗子。与此同时，三哥正在执行他的任务，小心翼翼从天花板爬过去，下面是假钞仓库，印出来的假钞居然跟真钞相差无几，这种技术究竟是怎么办到的？还有如此严密的守卫，幕后之人肯定是个大人物。这时过来一个领导，三哥从领导口中得知做假印钞机的是个年轻人，不过现在顾不了那么多，先把假印钞机带走才行。万万没想到精通陷阱的他居然被摆了一道，反而引发了警报器。而太阳和六美正在寻找五哥的身影，客厅找不着，就去了阿宅四姐的房间，四姐正在玩游戏，表示没见到老五。二姐和小七那里也没，就连割裂的豪华大套房都找了。无奈之下，他们又去了大哥的房间，开门时这副场景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呢。两人甚至不想进去，扫视了一遍就直接走了。殊不知中间那副大话像里的六美悄悄咧嘴笑了一下。这时二姐、四姐和小七三人走来，问他们在干啥。太阳回答还没找到五哥呢，四姐却说了一句之前在房间里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又在跟嫌我玩捉迷藏了吗？六美顿觉不妙，问了一下三人之前都在干什么，这才知道他们刚刚在三人房间里看到的三人全都不是本人。一旁墙上 cos 成蒙娜丽莎的五哥忍不住扑哧一笑，跳下来就跑。太阳率先追上去，拐角处传来相撞的声音。等六美跑过去之后，太阳指着墙上的小洞说五哥从那里跑了。六美气破防却无能为力，太阳温柔地安慰了他一句别在意，你已经很努力了。六美不得已解开了大别墅的封锁，陪太阳一起回到了五哥的房间，刚进去就把手铐铐上了五哥的手。原来六美早就知道这个太阳是五哥假扮的，就是为了让他解除封锁好逃出房子，顺便还告诉了五哥太阳开门后一定会让他先走。看来五哥对他们小夫妻的观察还是不够仔细啊。老的脑海中却突然浮现一段回忆，小时候妈妈摸着头告诉他要握好妹妹的手，五哥就紧紧拉住了六美的手，他果然很喜欢这个妹妹，然后乖乖太阳一起翻找起了资料。而大哥回房间后看到被乱涂乱画的六美画像，当场破防。不知不觉已经快到晚饭时间了，三哥居然没回来，人没回来却打回个视频电话，一上来就求六美救命。六美赶紧安抚哥哥，让他数一数不同枪的装填数。没想到数着数着，三哥真的平静了下来。原来敌人比想象中多，武器大师的三哥把自己的武器用光了，手无寸铁的他只能缩在角落里哭唧唧。六美被安排太阳给三哥送武器、点心跟便当，远程对太阳进行导航，结果刚潜入就被发现。好在有三哥远程指导，对方在太阳身后可以故意往后推，让半自动枪的点火装置失效，然后马上用腋下固定枪跟手腕，维持这个动作打击对方下巴。你学废了吗？不过这边的动静吸引了另外三人，太阳干脆利落解决了他们，又掏出三哥特制的电击枪射中第四人。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抵在了三哥所在的仓库。三哥哭着扑来，紧紧抱住大妹夫，接着就开始和亲爱的枪亲密接触了。这铁、黄铜以及硝烟的味道啊！然而在敌人闯进来的一瞬间，他就一跃而起的挡在太阳身前，同时不带丝毫犹豫的开枪射击。三哥将假钞样本递给太阳，有了这个，敌人就不会随意朝他开枪了。接下来则是紧张刺激的枪战，三哥一反常态，动作利落的穿过枪林弹雨，却没注意到上方的敌人。太阳的腿被对方给射中了，而大腿的枪伤不到3分钟就能让人失血死亡。不想让太阳死，就扔下武器。三哥便毫不犹豫扔下了手中的枪。殊不知这个场景也是六美早已预料到的，他也告诉过太阳，任何东西到了三哥手里都会变成武器。于是太阳立刻将便当盒里的
叉子扔了过去，三哥扔出叉子直接贯穿狙击手的枪管，与此同时一把捡起地上的枪将对方击杀，背着太阳抱着假钞往家里走去。此时此刻他就是个靠谱的大哥哥呀。他们谁都不知道尸横遍野的仓库来了一个男人，问装死的狙击手他们的雇主究竟是谁，却被对方啐了一口唾沫，而不说的后果就是被敲碎脑壳领便当。男人又看了一下手机上的下一个目标，正是太阳。给间谍家族当女婿究竟有多么可怕？只是因为上课打了个瞌睡，就要遭受郭恩老师粉笔夺命杀。因为今天的代课老师是太阳的大舅哥，夺走自己妹妹的男人不可饶恕。为此，大舅哥甚至故意给太阳设了个套。今天太阳训练完准备回家，正在路上跟六妹煲电话粥的时候，突然一辆车停在他身边，车上下来一个男人，自称是警察。身为特务，对条子总有天生的恐惧感。太阳就乖乖跟着名叫佛山的男人来到了审讯室，电脑上面是他跟敌人搏斗和手持枪械的照片。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早就在公路飞车追逐，把学校教学楼给炸了等等一系列事件，居然全都有照片证据留存。佛山语气平淡地问太阳：“你是打算成为少年犯罪的神吗？”太阳无言以对，但佛山知道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一个小鬼头独自干出来的，大概是加入了哪个秘密组织之类的吧。他让太阳把背后的组织交代出来，可以酌情减刑。太阳怎么可能背叛老婆和他的家人们？誓死不说。于是佛山当着的面给了一杯水加了料，然后强行灌到他嘴里。没想到吧，太阳喉咙里有取水袋，水全都被储存到了袋子里。佛川看太阳不配合，立马开始物理审讯。太阳来不及躲闪，腿被锤子砸中。而佛山做警察的宗旨就是，对于犯法的家伙，没有义务用法律去保护他们。他可不像那些正经警察。太阳不愿意去说是吧？那就只能去询问他学校里的同伴了。太阳气恼，突然注意到佛山身上有一根钢丝项链，似乎明白了什么，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可能说给他这种疯子听。佛山成功被激怒，一锤头就砸向太阳的头。太阳立刻侧身躲开，顺势挣脱束缚。然而那堵墙被砸烂后，居然是大舅哥好整无瑕的在里面。佛山恍然大悟，原来是穿帮了呀！毕竟明明是在打听同伴的情报，却是要去学校里问同伴。就是这句话，再加上那根钢丝，让太阳怀疑起了这个所谓的警察。而他跟大舅哥果然是一伙的，两人还是中学同学。叶英家有时候会接受警察的委托，相对的也会请他们帮忙掩盖叶英家的事。这一次把佛山请来，是为了测试一下太阳。好在结果没让他们失望，太阳没有背叛同伴，也没有受到挑衅，反而揭穿了佛山的真实意图。修一郎象征性的鼓了鼓掌，让佛山以后尽情的使唤太阳，然后自己就迅速跑路了。第二天，筋疲力尽的太阳还得去学校上课，偏偏今天代课老师是最恨他的大舅哥。在修一郎转过身写板书的时候，太阳实在是撑不住了，结果眼睛刚闭上，夺命粉笔飞射而来，还好他及时偏头躲过，而那个粉笔直接爆了墙上的开关。修一郎开始用摩斯密码跟太阳交流，表示这是为了训练他操控睡眠的能力，能够一半睡觉一半保持清醒。修一郎自己也是15岁就从完全睡眠毕业了。这时六梅也加入了他们的对话，觉得大舅哥对太阳太过苛刻，大舅哥却满脸痴汉。哎呀，六梅也是的，上课不许用摩斯密码也要跟哥哥说话，这也太喜欢哥哥了吧。六梅真是被这个大哥恶心到了，熊一郎却越发起劲儿，一掌拍碎小七特制的安眠药。全班除了及时戴上防毒面罩的六梅都陷入了睡眠，包括太阳。熊一郎立刻连射数根粉笔，万没想到居然被太阳躲开了，明明身体在动，实际上却是在睡觉。熊一郎有些欣慰，看来这小子终于达到半觉醒的境界了。为了让他达到更高的境界，熊一郎直接对这个妹夫下死手，太阳也全部招架下来。而在那之后，太阳也留下了一个怪癖，会时不时一边睡觉一边在屋子里徘徊。太阳最近接了太多任务，担心这几个六美之间的感情会生疏，刚想开口邀请老婆一起出去玩，就接到了任务通知。佛山把任务地点发送给他，居然是超大游乐园，据说有一对男女持有私造枪潜藏在游乐园里。太阳的任务就是找出他们并将其制服。然而等到环顾四周后，发现独自一人的自己好像才是最可疑的那个。这时候就轮到老婆出马了。为了不让太阳看起来很奇怪，六美主动提出可以跟他一起做任务。看着老婆的笑容，太阳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反正遇到危险有自己保护呢。而且这不是让六美开心的好机会吗？刚好他们身后就有一对模范情侣，男生只是夸了一句女生今天这穿着，就把女生哄得心花怒放。太阳立马化身轩辕镜，夸六美这身衣服真好看，一看就很适合做上段梯，难为人家六美还要附和她了。这时一对非主流情侣起身往云霄飞车那边去，看着就挺可疑的。太阳和六美也跟着上去，同一波的还有刚刚那对小情侣。3对情侣里5个人都玩得爽翻天，只有太阳居然在云霄飞车上呼呼大睡，因为之前那些乱来的训练让他觉得那种程度的晃动很舒服。六美安慰太阳不用在意，让他看对面的非主流情侣，没想到外表如此粗犷的非主流居然碰了一下小手就羞得不行了，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约会小情侣呢。于是两人将目光转向了那边的猛男猛女小情侣，这次玩的是疯狂摇摆，模范小情侣同样在其中。不过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那对猛男猛女，在如此恐
恐怖的离心力下居然来了一个法式深吻，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那就只剩最后一组黑衣人情侣了。两人走向纪念品店，在找人的时候，太阳顺便买了一支玫瑰花。今天六美一直忙着陪自己做任务，他都没怎么带六美玩，总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心意的。而那对黑衣人情侣正在很一般的喝茶，六美觉得没什么问题，就一个人去拿饮料了。就在这时，太阳注意到黑衣男从怀里掏什么东西，他下意识的从怀里掏出了枪，结果人家掏的是求婚戒指。太阳人都麻了，感觉一整天毫无收获。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那对模范小情侣的争吵，明明不久前还腻歪的不行，一转眼就变成了仇人。两人甚至掏出了特制的枪，直接在店里展开了一场枪击。店里的人纷纷逃窜出去，六美也被人流裹挟着。太阳暂时躲在桌子底下，护住了下面那个小男孩。突然看见自己买的玫瑰花被枪击中掉了下来，心头一阵火去，掏出手枪就把那两人全给电疗了一番。事后，模范小情侣被警察抓走，上车的时候还喊着要跟对方一起看夕阳。太阳总算顺利完成任务，剩下的时间可以跟六美一起度过了。六美说想坐摩天轮，因为据说在这里的摩天轮一起欣赏夕阳的情侣彼此会幸福快乐的在一起。这话一说出口，两个人都脸红了。太阳鼓起勇气拿出那朵被误伤的玫瑰花，虽然玫瑰花坏掉了，但丢掉未免太可惜。太阳也希望这份心意能够传达给六美。纯情小情侣就这样望着夕阳来到最高处。叶英家的柴底居然被黑客入侵了，四姐发现后立马把对方的电脑给黑了，但还是被窃取了一些照片，而那些照片竟然全是太阳的生活照。因为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四姐就没细细管，只在第二天早上跟太阳和六美说了一声。不过为什么只有他们家兄弟姐妹才知道的存取密码会被一个黑客知道了呢？太阳突然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果然和六美一起上学的路上就被神秘人给追杀了。太阳护着六美来到一条巷子，没想到对方从天而降，太阳直接将人震退，对面的女孩却是满脸痴汉，一上来就是一句太阳大人我喜欢你，请你去死吧。好家伙，惹到病娇了。其实这个女孩也是他们特务圈的知名选手，男性猎人切奇沙香。据说这人会运用特务技术跟踪迷恋上的男性，最后用乱针刺杀对方，这根本就是超恶劣的跟踪狂吧。而现在沙香说他对太阳一见钟情了，契机就是暗网上的影片。原来太阳现在备受地下业界瞩目，都有人以1000万日元悬赏他的人头了，想杀太阳的人络绎不绝。比如这个男人，沙香抬手就往上甩了几根针，紧接着一个男人口吐白沫掉了下来。沙香这种病娇怎么可能让其他杀手染指太阳？太阳大人当然得由他亲自杀死。接着说出了一大堆太阳的优点，让六美都产生了共鸣。而太阳揽着六美的肩膀，告诉沙香这才是自己的妻子，他们已经结婚了。沙香真想立刻把六美解决掉，可惜跟凶一郎约定了不能袭击六美。小情侣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沙香知道他们家的存储密码，都是因为有凶一郎这个叛徒呀。一听有人要敲自己妹妹的墙角，凶一郎立马送上助攻，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伤害六美。不过沙香并没有现在对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以转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太阳和六美的班级。太阳在学校的日子也是越来越难过了，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沙香的钢针，拉开椅子满座钢针，按下自动铅笔飞出来的是钢针，接个篮球，篮球突然变成针球，看个课本都能有钢针突然飞来。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太阳都已经习惯了。沙香破大防，为什么太阳大人不肯接受他的心意呢？于是他干脆用针毒控制了全班学生，让他们将太阳压制住。太阳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六美看不下去了，让沙香到此为止。他们争执期间，没有人注意到窗户被悄悄打开，白天那个男人居然又回来了，对着沙香就开了一枪。万万没想到，千钧一发之际，居然是六美将他扑倒在地。太阳也趁机开枪解决那个男人，之后沙香就一直黏着六美，六美也宠溺的将自己的冰淇淋分给他吃。回去的路上，太阳接到了四姐打来的电话，一到家就直接去了四姐的房间陪她打游戏。这游戏整得跟超级玛丽一样，障碍物就是大哥。太阳可算是过了一把狂揍大舅哥的瘾。很快，最终 BOSS 就出现了，太阳疯狂的按动按钮，和四姐一起将大 BOSS 给推开了。这就算通关，未免太简单了吧？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这时，屏幕上传来新闻播报声，说失控的列车停下来了。太阳这才明白，刚刚他们玩的那个游戏是连接失控列车的。四姐平时会黑进任务对象的系统，变成自制的游戏的破关，没有存档和重来。如果不能一次性通过，那任务也会以失败告终。今天将太阳过来是有个比较麻烦的任务，有一群笨蛋想让这架直升机闯进火力发电厂，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直升机。很快，屏幕上出现了四姐和太阳两个小人，一头巨龙带着无数大舅哥正在飞奔而来。作为保险，四姐把唯一一支复活剂交给太阳保管，然后率先冲了上去。高玩的操作就是这么干脆利落。反观太阳还在推箱子，结果居然利用 bug 穿墙而入，而且还变成了无敌状态。对于这种 bug 玩家，四姐是最瞧不起的，直接展示了真正的玩家技巧，以神作为一拳砸中了巨龙，而巨龙也跟直升机一起落了下去。无敌的太阳就充当了个鼓掌的作用。然而下一秒，竟然有更多的小无人机飞了过来，这数量也太多了，仅凭他们两个是搞不定的。四姐打算用3个的迎击系统，却被太阳制止，表示他们两个也不是办不到嘛。然后将复活剂喂给那头巨
巨龙，巨龙一个突袭就将小怪全部清扫。好家伙，怎么会有人利用复活道具复活敌人呢？不过这招确实有用，光是那架直升机就清扫了大部分敌人，但还有一些漏网之鱼。这时候沙箱的小老鼠突然出现，帮忙解决。沙箱发誓这次一定要得到一份太阳大人的珍藏资料，运气好的话也要拿走六美大人的照片，却一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只能帮忙一起战斗了。总之有了沙箱的协助之后，太阳和四姐一口气将敌人全部镇压，任务也总算圆满完成。四姐给沙箱发了个干得好，然后下一秒就把人家电脑黑了，接着又教导太阳只靠 bug 和外挂是没资格谈论游戏的，所以接下来他要好好教导一下他。那之后太阳经历了3天3夜的摧残。